Hello，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你们的酒仙小姐姐菲菲，我们的老朋友啦，泰森哥。好，大家好。今天要帮大家去测盲品一下格兰利威的12年、格兰利威的14年、15年，还有它的18年，也算是我们在一个人开始喝威士忌的一点点的看看他们的一个过程了。然后我们今天盲品一下，因为这些酒其实我们只喝过18年，其他的年份其实都没有认真的去喝过。那我们今天就认真的帮大家盲品一下，看看入门级和进阶款和再进阶款，以致它的优秀的18年到底有什么差别。好了，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反正从哪一杯都可以吧，从颜色最淡的吧。青苹果的味道。在闻之前，我们给一下背景介绍，因为这4款酒用的基本上桶的不是特别一样。这个12年它用的是 Double Oak， 然后14年用的是 Cognac 的 Cask， 就是干邑桶，然后15年用的是 French Oak， 一个法国的橡木桶，然后18年呢就是它的常规款。一个经典款用的是 Bourbon 的橡木桶，味道不多，就是甜甜的花香和那种青色水果的味道。对，我觉得有点像冰糖雪梨，然后里面还夹了一点点的那个姜的味道，有那个姜汁糖的感觉。就当我不喜欢喝一款酒的时候，我都不想品味它。你不要说好喝，我觉得好喝。我觉得还不错。没有，它就是你知道，我觉得不均衡。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结构很不错，烈，而且它后面那个甘苦。我觉得它的整体的结构很不错。你不觉得它后面的味道太重了吗？就是那油脂感很重。是它的就是后面油脂感很重，但是前面的味道就没有什么味道，然后就后面的油脂感，而且它油脂感还会有点苦。就属于那种甜美清淡，就有点像淡雅的那种风格。这个辣嗓子还好，不喜欢。到后面那个，我特别喜欢它的那个尾韵，那个它味道好，但是它辣嗓子我就不喜欢。是吧？基本上味道还行，挺好的，挺好喝的，就是有点略这个。我觉得这个还不错。那第二个，为什么闻起来跟第一个是一样的呢？没有，这个的味道有一点像鸡蛋花。什么？鸡蛋花。这明明就是梨子味啊。有蛋黄的味道。有。有一股蛋黄味，就是那种蛋花的味道。而且很刺鼻。这酒精感有点厉害。但其实今天我们的格兰利威都没有很高度数，格兰利威从来没有崇尚高度数。但我闻这个味道，我觉得它后面我闻到好像那种煎的鸡蛋的这种，怎么会一直有鸡蛋的味道？这个酒里面。你想，中午没吃饱，少一颗鸡蛋。真的有那个煎鸡蛋的味道。你尝尝，我真的觉得它们两个差不多的味道。那它的花香调没那么明显啊，就闻起来没有那么香，但它喝起来的味道是差不多的。而且呢，相比之下，第一个好像比第二个还好一点，第二个变得更淡了，更干净。每当他说一瓶酒不好喝的时候，但是这个还好啦，因为它后面那个尾韵还在那里。后面的尾韵还有，不是它那油脂感还是在的。行吧，下一个，好清淡了。第三个，第三个甜，很甜。这个奶油的味道会出来，而且这个闻起来酒体比刚才那个要厚实一点。这奶油威化饼的味道会重一点。我们有一个 Cognac 的桶。Cognac 应该是葡萄味会重一些，对吧？Cognac 的话应该是葡萄的，就葡萄干啊那些的味道会有多一点。但这个能喝出来有一点年份，对吧？因为它带有那个厚重感，对，带有那个桶味里面的那个喝出来的那个浓稠度，嗯，但是也没有到很浓了，只是说相对
相对我们前面喝的这两个来说，它的酒体应该属于在中等的，这两个是在中下，然后这个已经到了中等的那个层次。而且其实味道挺多的，味道很多，喝起来那些奶油香草呀，葡萄干的味道其实挺重的，葡萄干儿啊，梨子呀，都是，但是它是那种就是成熟的水果的味道，它不像刚才那个是那个青色水果的味道，很甜，就3款酒下来都有油脂感，这款我会觉得稍微淡一点点的，这一款是最重的，然后这个第2，这个第3，这个油脂感不均衡感觉。来，最后一个，这个有一点点雪梨桶的味道，你闻闻。这味道跟第2款有点接近啊，我反而觉得。一个味儿，但这个的水果味儿靠浓郁。这一款会稍微不同一点，然后这3个的味道有点接近。喝起来还行，它也辣，但是它没有那么辣。它入口很轻柔啊。我说后面辣呀。对，入口很轻柔，很舒服。而且它很饱满。它没有很轻，就没有像刚才哪款来着，喝着没味道了。这个更像一块奶油冰淇淋的感觉，就那种，有点像冰淇淋在嘴巴里面化的那种，慢慢在融化的那种感觉。然后而且它的味道特别的长，它是这里面真的就我觉得3个加起来都没它一个长的感觉，就一直在嘴巴里面一直就在延续。我也喜欢喝这个。然后那个后面的油脂感也没有很重，就也不苦，对，轻轻回来一下，然后它整个是甜美的，没有那个苦甘味。这是平衡度在这里面做的最好的，最均衡的一个，我觉得这个做的非常均衡，这个非常好。好，我来推荐第4个。我也是第4个。咱们俩刚才说哪个喝着没味道了？是第2个吗？先捋一下。你捋。给我们5分钟。你觉得这里面哪个最差吧？我觉得这个是我最不喜欢。OK， 那我们假设它是12年。2号是我最不喜欢的。那有一个14年，有一个15年。我觉得应该是这个是15、12、14、15、18。OK， 好，同意。因为用排除法。等一下，我先看一下。来，请导演给我们纸笔，我们写下我们的答案。好了，我们俩的答案几乎不对，是完全一致的。第一个我们选的是，因为是经过3年之后的。15年第一个，第2个是12年，第3个14年，最后一个是最好喝的18年。请导演帮我们揭晓答案吧。好了，导演已经帮我们揭晓答案了。我们2个呢加一起大翻车，只对了一个12年，然后自己还倒掐指一算，最后就各种翻车。那我们刚才喝的第1款呢是14年的这个 Cognac 的 Cognac 桶，然后第2个就是它普通的12年，第3个呢是18年。咱俩觉得18年还挺好喝的，挺好喝的。对，然后我们俩觉得最好喝的呢，竟然是15年。我下次再也不要相信这个什么干邑桶了，因为干邑桶真的在威士忌里面真的喝不出来干邑的味道，完全喝不出来。那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4瓶酒的价钱啊，14年和12年的价钱其实是差不多的，都是在50美金左右。然后15年稍微贵一点，可能是个60、70的样子。18年其实也没有很贵，18年就是马上涨价了。对，现在是120多吧，现在是120左右，然后再涨完价可能要到130、140的样子。因为现在我记得1、2年前啊，2年前格兰雷威没有人喜欢，没有人认，那个时候8、90都没人买。对，那阵儿格兰雷威的12年，我印象很深，那阵儿才卖20块钱，现在几乎2年翻了1倍的价钱。这个酒其实更多的被大家所认知，当然它的普通款也是不差的，不差了。其实从12年，其实这几款酒喝起来都不会说差，18年会更甜美一些，厚重更厚重，更甜美一些。其实感觉喝起来就有点，其实有点偏雪梨桶的那种感觉了。就所以我刚才我会猜它，以为它会是干邑桶，这个味道稍微会更厚重一点点。对。格兰雷
对，18是 OK 的啦。然后是很好，单独喝我觉得。今天这个15是给我们惊喜，绝对是一个惊喜，很大的一个惊喜了。100元之内最大惊喜，Glenlivet 的15年。说真的，你放在跟这2个放在一起喝的话，它会显得有点普通。那我宁可花钱买12年，没有特色，会没有特色。那我们今天的建议就是说，15年真的很值得入手，而且价钱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而且我觉得这个新版的，因为它这个出了一个新版的，其实跟老版的会有点差，是吧？我觉得老版好喝很多。我也喜欢老版。老版的我觉得它有点掺水。以前老版的没有，我觉得以前老版的可能没有。不是掺水，我的掺水的意思是说它有点欺骗消费者。是这种掺水的意思。以前老版的我一直怀在我印象里面一直是一个没有，非常那是你的好喝的酒。第一次尝试，所以你有怀念。你现在没事，我家里还有，我要去试一下。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视频，请记得给我们点赞关注哟。如果有什么想让我们帮大家尝的酒，记得给我留言。我们下次见喽，拜拜。拜拜。